相信你一定遇到过很多以下类似的情况：你为了一次聚会精心准备了很久，可到了聚会的那一天却被告知聚会取消了。当你不修边幅地出现在街头，以为不会碰到认识的人，却没想到被自己心仪的人撞见了。天气预报说有雨，你为了避免淋雨，每天上班都带伞，但是传说中的雨却一直没有下。偶尔有一天你看到外面阳光明媚，觉得不可能下雨，就把伞放到家里了。结果刚下班走出办公室，狂风暴雨就来了。倾盆之下，你还是没能逃脱变成落汤鸡的厄运。这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墨菲定律。你认定的一件事一定会发生，它却偏偏不会出现。你认定一件事不会发生，所有准备都做了，这件事反而却显灵了。碰到这样的事情，你会怎么做呢？是咒骂吗？其实事情的发生有必然性，也有偶然性。有一些突发的事情是我们预料不到的，这样的情况会让人陷入尴尬中。所以不管一件事情发生的概率有多大，我们都要未雨绸缪。只有时刻准备的人才能避免突发情况。有句话不是说得好吗？机会都是留给有准备的人。不过未雨绸缪也不是那么简单的。尽管现在的天气预报准确率很高，但在世界上大部分地区，1小时内不下雨的机会通常是下雨的10倍。所以为了预防淋雨，你可能需要花费10倍时间的努力来预防这1倍时间可能发生的事情。换个角度想想，为了不让自己淋雨，你完全可以在办公室和家里都放一把伞啊。墨菲定律是一种心理学效应，是由爱德华·墨菲提出的。墨菲定律的原句是这样说的：如果有2种或2种以上的方式去做某件事情，而其中一种选择方式将导致灾难，则必定有人会做出这样的选择。这句话表明了，如果事情有变坏的可能，不管这种可能性有多小，它总会发生。我们说一下墨菲定律的起源。爱德华·墨菲是美国爱德华兹空军基地的上尉工程师。1949年，他和他的上司斯塔布少校参加美国空军进行的 MX-981 火箭减速超重实验。这个实验的目的是为了测定人类对加速度的承受极限。其中的一个实验项目是将16个火箭加速度计悬空装置在受试者上方。当时有2种方法可以将加速度计固定在支架上，而不可思议的是，竟然有人有条不紊地将16个加速度计全部装在了错误的位置。于是墨菲做出了这一著名的论断：如果做某项工作的有多种方法，而其中有一种方法将导致事故，那么一定会有人会按照这种方法去做。墨菲定律诞生于20世纪中叶，这正是一个经济飞速发展、科技不断进步，人类真正成为世界主宰的时代。我们能够随心所欲地改变世界的面貌，这一切似乎昭示着一切问题都是可以解决的。无论是怎样的困难和挑战，我们总能找到一种方法或模式，战而胜之。同时，墨菲定律、帕金森定理和彼得原理并称为20世纪西方文化的3大发现。那墨菲定律有什么意义呢？我们换种说法，假定你把一片干面包掉在地毯上，这片面包的2面均可能着地。但假定你把一面涂有一层果酱的面包不小心掉在地毯上，常常是带有果酱的一面落在地毯上。在事后的一次记者招待会上，斯塔普将其称为墨菲法则，并以极为简洁的方式做出了重新表述：凡事可能出岔子，就一定会出岔子。墨菲法则在技术界不胫而走，因为它道出了一个铁的事实：技术风险能够由可能性变为突发性的事实。几个月后，这一墨菲定理被广泛引用于航天机械相关的领域。墨菲定律告诉我们，容易犯错误是人类与生俱来的弱点，不论科技多发达，事故都会发生。而且我们解决问题的手段越高明，面临的麻烦就越严重。所以我们在事前应该是尽可能想得周全、全面一些，
如果真的发生不幸或损失，需要我们坦然面对。关键在于总结所犯的错误，而不是企图掩盖它。